情窦初开。玉秀不理睬郭佐，郭佐当然是不在乎的，但是还真是往心里去了。不喜欢你这4个字有点闹心，是那种说不出来的闹，强迫人回味的闹，熄灯瞎火的闹。郭佐反而有意无意地留意起玉秀了，吃晚饭的时候还特意瞟了玉秀2眼。玉秀很不高兴，甚至有了几分的忧气。郭佐知道玉秀是孩子脾气，不过还是提醒自己，这个家是特殊的，还是不要生出不愉快的好。第2天，玉米刚刚上班，郭佐便把书放到自己的膝盖上，主动和玉秀搭讪了。郭佐说：“我教你普通话吧。”玉秀并未流露出大喜过望的样子，甚至没有接郭佐的话茬，一边摘着菜，一边却和郭佐拉起家常来了，问郭佐一个人在外面习惯不习惯，吃得好不好，衣服脏了怎么办，想不想家，字字句句都深入人心，成熟得很，真的像一个姨妈了，和昨天一点都不像了。郭佐想，这个女孩子怎么一天一个样子的？郭佐闲着也是闲着，便走到玉秀的身边，帮着玉秀摘菜了。玉秀抬起头，一巴掌打到郭佐的手背上，下手相当的重，甚至是凶悍了。玉秀严肃地命令郭佐说：“洗手去，这不是你做的事。”郭佐愣了半天，知道了玉秀的意思，只好洗手去。摘好菜，玉秀把手洗干净，来到郭佐的面前，伸出一只手。郭佐不解，说：“做什么？”玉秀说：“打我一下。”郭佐咬了咬下唇，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玉秀说：“我刚才打了你一下，还给你。”郭佐笑得一嘴的牙，说：“没事的。”玉秀说：“不行。”郭佐拖长了声音说：“没事的。”玉秀走上来一步，说：“不行。”有些刁钻古怪了。郭佐缠不过他，心里头却有些振奋了，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只能打，都像小孩子们过家家了，其实是调情了。郭佐打完了，玉秀从郭佐的手上接过香烟，用食指和中指夹住，送到嘴边，深深地吸了一大口，闭上眼睛，紧抿着嘴，2股香烟十分对称地从玉秀的鼻孔里冒了出来，缓缓地，不绝如缕。玉秀把香烟还给郭佐，睁开眼说：“像不像女特务？”郭佐意外了，说：“怎么想起来做女特务？”玉秀压低了声音，很神秘了，说：“女特务多妖道啊，多漂亮啊，谁不想做？”都是大实话，却很危险了。郭佐听得紧张而又兴奋，郭佐想严肃，却严肃不起来。关照说：“在外头可不能这样说。”玉秀笑了：“哪儿跟哪儿？”极其神秘的样子，漂漂亮亮的说：“人家也就是跟你说说。”这句话有意思了，好像2个人很信赖了，很亲了，很知心了，都是私房话了。玉秀突然瞪大了眼睛，紧张地说：“你不会到你爸爸那里去告密吧？”郭佐莞尔一笑，玉秀却十分担忧，要郭佐保证，和他拉拉钩。郭佐只好和他拉了，2个人的小拇指贴在一起，100年不变。玉秀想了想，100年太长了，只能重来一遍，那就50年不变吧。都有点像海誓山盟了。2个人的神情都相当的满足，刚刚分开，可感觉还缠在指尖上，似有若无，其实是惆怅了，都是稍纵即逝的琐碎念头。郭佐看上去很高兴，和一个姑娘这样待在一起，郭佐还是第一次，而玉秀更高兴，这样靠近，这样百无禁忌的和一个小伙子说话，在玉秀也是绝无仅有的。
再怎么说，以郭佐这样的年纪，玉秀一个女孩子家，怎么说应该有几分的避讳才是。可玉秀现在是姨妈，自然不需要避讳什么了。顾忌什么呢？不会有什么的，怎么会有什么呢？但是玉秀这个姨妈在说话的时候，不知不觉还是拿郭佐当哥哥，自然多了一分做妹妹的嗲，这是很令人陶醉的。这一来，姨妈已经成了最为安全的幌子了，她掩盖了哥哥，更关键的是，她同样掩盖了妹妹。这个感觉真是特别了，说不出来，古怪，却又深入人心。一贯肃穆的家里头热闹起来了，当然是秘密的，带有地下的性质，往暗地里钻，往内心里钻。玉秀很快就发现了，只要是和玉秀单独相处，郭佐总是有话的，特别的能说，有时候还眉飞色舞的。郭嘉兴、玉米他们一下班，郭佐又沉默了，像他的老子一样，一脸的方针，一脸的政策，一脸的组织性、纪律性，一脸的会议精神，难得开一次口。整个饭桌上只有玉米给郭佐劝菜和夹菜的声音。玉秀已经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微妙的状况了，就好像他和郭佐之间有了什么默契，已经约好了什么似的。这一来，饭桌上的沉默在玉秀的这一边不免有了几分特殊的意味，带上了紧张的色彩，隐含了陌生的快慰和出格的慌乱，不知不觉已经发展成秘密了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的。秘密都是感人的，带有鼓舞人心的动力，同时也染上了催人泪下的温馨。秘密都是渴望朝着秘密的深处缓缓渗透，缓缓延伸的，而延伸到一定的时候，秘密就会悄悄地开叉，朝着覆水难收的方向发展，难以规整了。玉秀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古怪了，可以说莫名其妙。郭嘉兴和玉米刚走，郭佐和玉秀便都活动开了。最莫名其妙的还是玉秀的荒谬举动。只要郭嘉兴和玉米一上班，玉秀就要回到厨房，重新换衣裳，重新梳头，把短短的辫子编出细致清晰的纹路，一丝不苟的对称的夹上蝴蝶卡，再抹上一点水，乌溜溜滑滴滴的，而刘海也剪得齐齐整整，像流苏一样蓬松松的裹住前额。玉秀梳妆好了，总要在镜子的面前严格细致的检查一番，验收一番，确信完美无缺了，玉秀才再一次来到堂屋，端坐在郭佐的斜对面，不声不响的摘菜。郭佐显然注意到玉秀的这个举动了，家里无端端的紧张了，一片肃静，空气粘稠起来了，想流动却非常的吃力。但是紧张和紧张是不一样的，有些紧张死一般去迹，而有些却是蓬勃的，带上了蠢蠢欲动的爆发力，特别的易碎，需要额外的调息才能够稳住。郭佐不说话，玉秀也不说话，可玉秀其实还是说了。女孩子的头发其实都是诉说的高手，一根一根的，哪一根不会诉说衷肠？玉秀在梳头的时候，满脑子都是混乱，充斥着犹豫、警告，还有令人羞愧的自责。玉秀清楚地知道自己又在作怪了，又在做狐狸精了，一直命令自己停下来了，以玉米的口吻命令自己停下来，但是欲罢不能。玉秀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是情窦初开了。春来了，下起了细雨，心发芽了，叶瓣冒出来了，冒冒失失的，虽说很柔弱，瑟瑟抖抖的，然而每一片小叶片天生就具有顽固的偏执，即使头顶上有一块石头，
他也能侧着身子探出头来，悄悄往外窜，一点又一点。